学生运动员注意，切勿揠苗助长，受伤后没恢复好，恐让伤害更严重。一般来说，学生常见的运动伤害大概可以分成3个。第一个是骨头受伤，就是常见的骨折。那第二个的话是可以称之为扭伤，第3个的话是可以称为拉伤。对，那以扭伤跟拉伤来说呢，他们又可以再区分成所谓的急性期跟慢性的情况。通常扭伤的定义是，例如说是韧带或是关节囊，它的弹性是比较差的。那通常是受到过度的力量在不正常的方向上拉扯，那造成它的受伤或是有断裂的情况。那拉伤部分的话，它主要是针对说所谓的肌腱或是肌肉这些组织，那它也是受到不正常的力量去拉扯它，或是撞击，进而造成进一步的伤害。那一般急性期的定义呢，我们是定义在受伤完大概72小时之内都可以算是急性期，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属于慢性。那常见的情况是，这些运动员在他慢性的情况没有痊愈的时候，又再度的去运动或是训练，那可能就会持续的造成反复的受伤，那就会每况愈下，那也造成一种就是所谓揠苗助长的情况。我们运动伤害的话，最常使用的口诀是5个英文字母组成，叫做 PRICE。对 ，P 的话是 Protection 保护，对 ，R 的话是 Rest 休息 ，I 的话就是冰敷 ，C 是 Compression 就是压迫，那 E 的话是 Elevation 是抬高。对，那这几个都是急性运动伤害处理的原则。那他们中间每一个治疗它的时间上面的长短，那会是受伤的情况，还有病人的状况，进行调整。刚受伤的话，冰敷的时间，我认为大概10分钟是适合的。对，因为如果冰敷的时间过长，它可能会造成局部组织一些缺血。血液循环不好的情况，那当你移除冰敷的时候，它可能会造成2度的伤害，所以冰敷的时间不宜过长。那我们临床上常使用的治疗会视情况合并给予一些消炎药，减少它发炎的情况。那之后的话，安排一些所谓的物理治疗。那物理治疗主要也是减少发炎状况，增加修复的速度。其实对于这些学生运动员来说，我觉得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还没有好的时候就去累积一些伤害，会造成原本有恢复潜力的组织，最后长出来的就是我们叫做结疤组织。结疤组织它是在正常组织受伤之后，无法长出正常组织之后的替代的组织，所以当你在进行极限运动的时候，它就没有办法提供原本组织能够提供的角色。对，所以你的表现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。因为学生运动员1年365天，其实有非常多的比赛，他们想要在更短的时间内修复更快，让他不要影响他的比赛。那现在已经有所谓的一些增生治疗的方式，能够协助这些运动员达成他们的期望。那增生治疗的部分，基本上简单可以区分成2大类。对，那第一大类的话是所谓的葡萄糖增生，对。那第2大类的话是所谓的血小板增生。那血小板治疗它又可以分成2种，那一种是叫做 PRP， 那另外一种叫做 PLT。那 PRP 的话呢，它的做法是在抽血的当天就可以马上进行注射，对。但是它的缺点是你每次抽血的时候，身体状况可能不是那么稳定，可能取得出来的这个血小板还有生长因子浓度会有落差，所以在治疗上面就是它的结果比较会有不可预期性。那 PLT 的话，它的优点就是它抽血之后，它会先经过一连串的科学的一些步骤，那它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所谓的血小板的浓度跟生长因子的量。那在身为一个临床医师来说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说，这个得到这样子的数据之后，能够知道说在每次治疗的时候给予病人的量大概是多少，那这样子也比较能够可以预期说这次的治疗它的成效大概会是如何。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其实是蛮短暂的，那他们的身体就是他们的生财工具，所以他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。那预防胜于治疗，所以在预防方面呢，最重要的是运动之前一定要充足的热身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强度一定要循序渐进。那第3就是一些运动安全或是运动防护也一定要确实的落实。我相信如果以上3点都有注意到的话，可以延长
运动员的运动生命，那对他们的身体也会有更好的保护。